哇哇，在这个湖边废弃了这么多房子，这里是贺兰山腹地，贺兰山脚下面，这人都去哪里了？就跟无人村一样的。今天就来这里探索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宁夏石嘴山这里。我身后这边就是贺兰山，这里属于贺兰山的腹地。我刚才在省道上面行驶，发现这里有很多房子，而且是窑洞式的砖房，好像都没有人居住，就在我身后这个半山腰。现在我们去探索一下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一些古村落，还是说一些迁走了？在这个半山腰已经看到很多房子了，我看一下怎么上去。贺兰山基本上也是光秃秃的山，因为这可能是它的山的材质构成的，长不出东西，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沙石跟石头组成，所以就跟西北的戈壁滩是一样的。这里有很多这种石头堆起来的，一层一层，感觉当年这里呢应该是为了稳固我们说是上面的地基，所以才修建了这么多石头累积起来，然后搞成一个平的。因为本身这里的话，当年修建房子之前不是平地，是这样斜坡上去的，所以就是把石头累积起来。这个建房子都是一样的，要把一个地方弄平嘛。我旁边这里就是一些窑洞式的那个房子，当然它这个跟真正的窑洞有区别，因为真正的窑洞是在山里面挖出来的，而它这里呢只是建设成窑洞的形式，并且全部是用石头堆砌而成的。去里面看一下，看看有什么痕迹在里面。杂草丛生，这些基本就是沙漠沙地上才长的，因为它们的生命力比较顽强。先在第一个窑洞看一下，这块应该就是厨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地方，只要这种熏黑的，一般就是厨房。然后这里呢，你看看，这个应该当做洗东西的，然后那块呢是属于我们说的灶台。厨房嘛，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一定有厨房。那个时候，而且没有那个我们说的煤气，都是用灶台。这窑洞的形式其实都差不多，基本都一样。大家走这些地方一定要注意啊，像这些花花草草还有刺的。基本上每一个有一个小院子一样的。难道这里是养的猪还是养的什么？这里以前感觉还有车路过，这里应该是修的一条道路上去，因为是有车的痕迹。哇，这里还有很多铁丝啊，刚才搅拌到，已经走上来了。前面那边也有，等一下我们过去，我们先看看眼前的。那边也比较多一点。那这边呢，感觉有点像我们说的守卫的，就是门卫。它这里以前不知道是工厂还是其他的，我感觉有点像什么营房这些。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人问一下。那边就是省道，这里还有一条铁路线路，不知道是哪里到哪里的。贺兰山，我感觉这里就是大门，从这里进去的话，就进入里面了。贺兰山这边天气还不错啊，今天也是大太阳，温度也很高的。去里面探索一下，大家知道这些地方是干嘛用的吧？我是不太了解，因为感觉啊，就是一个住宿的地方，全部都是窑洞式结构，应该这个就是一个小区类似，全部是住人的。但是在这种贺兰山深处，怎么还有人居住呢？当年还是有人在这里生活嘛。好多房子都已经倒塌了，然后看看这个窑洞，一看到这些窑洞，我感觉就是时间很悠久，因为上面这个门呢，还有这个窗户啊，已经完全被破坏了。这好像还是玻璃的，哇，这里面空间很大，这里感觉像厨房一样的，全是漆黑漆黑的。我现在是发现西北这些窑洞，不管是在山里面挖出的窑洞，还是像建造这样的窑洞，里面呢都是比较舒服的，冬暖夏凉。这个也可以跟西北我们
常说的它干燥有关嘛，跟南方不一样，南方可能在里面都是热的，但西北只要没有太阳，就可能稍微舒服一点。里面的布局基本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特殊，大小是一样的。给大家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，假如说，在电视里面经常看到一对男女，可能一对情侣，一个站在房间里面，一个站在窗户，两个人就是1里1外在这里交谈，是不是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境的？身后这里1、2、3、4、5、6个窑洞，看起来是有几十年的时间了，因为现在的窑洞不是这种类型的。我住过一次窑洞宾馆，像这些开发成窑洞宾馆还是很好了。我当时在宁夏固原，增产节约，这里是不是当时是一个工厂？看看这里写了什么产品数量统计表，那这里应该是一个工厂啊。当时刚才看到那些黑板上面写的是一些产品统计，那就是这个地方当年是一个工厂。那旁边这里呢，可能就是一些中层干部居住的地方。大家说可能是不是？因为这些窑洞啊，应该是住人的。不光这里有，在前方这个山后面还有一大批房子，刚才看到了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我现在就站在这个刚才看到的窑洞上面。它工厂也好，其他单位也好，都是有车队、车库的。那么车辆就在这里维修或者停靠在这里，有人要用车，就是从这里出发。这个地方确实挺荒凉的，我在这里转了差不多快1个小时，一个人都没有看到，很荒凉啊！这里可能晚上的话，大家敢在这个地方吗？晚上肯定是不敢的，有点害怕。我感觉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生活区，当时的厂区应该在山的后面。等一下过去看看生活区的这些结构建筑。住宿的话，基本都是以窑洞方式为主的。去里面看一下。不过这一块的窑洞比刚才我们看的窑洞小一点点，空间没那么大。这里呢，可能是单人宿舍。如果说大家没见过窑洞，再跟他解释一下：一个半拱形，然后窗户门，里面就是这样的。这里还有黑板，那这里可能当时是他那个工厂的某一个办公室。假如说这里坐了几个人，然后弄了个黑板，就是说今天要办什么事，明天有什么事情要办，就计划表一样的。真的是看不到一个人呐，你在这里呐喊都没人管你，全部废弃了。全部门打开了，窗户玻璃被破坏了。这个贺兰山深处，大家想一想，这个是多少年前没有人居住？上面这2个是不是烟囱排气用的？我感觉是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庞大的这种窑洞。我们现在翻山越岭过去。给大家看看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好难走啊！哦，看到了，哇，果然与众不同啊！这里有一个湖水，像仙女湖一样的，在贺兰山处有这样一个湖，还是挺不错的。那这里水源有了，我们看看远处好多房子啊！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？我感觉不像是厂房，全是住宅，就像一个小区一样的，因为看起来密密麻麻的都是窑洞式的。等一下我们看看能不能过去看一下。这个湖漂亮，等于在沙漠中有一个绿洲一样的。绿洲旁边就相当于我们说的一个村落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从这一块
到这一边，我感觉长度的话有300-400米啊，全是房子，比一个村落还大。刚刚问了2个人，就是在这里工作的，他们说以前这里最早的时候，就是几十年前，这里是一个营房，就是说可能有部队在这里驻扎过，后面就变成工厂，然后现在呢，也是有工厂在这里面的，就是有人在这里生活，好像是有人承包了这个地方。刚才还能听到狗叫声。哇，如果这个地方搞成一个旅游区，是相当不错的，住宿全部都有了，就是简单的翻新一下，然后搞一些其他的。你看看，这里是一个湖，那可以搞一些配套措施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在贺兰山脚下的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完美的。刚刚那2个人碰到问了一下，他说大门是在那个方向，就是我们最开始那边大门有一条路，直接可以开车到上去的。哇，这个地方太多了，而且可以看到有一批铁皮房是现在修建的，那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的承包这个地方搞养殖或者搞工厂。哇，太多了。那里有个机器在弄什么？是不是在抽水还是其他的？不知道是干什么。在这个湖旁边，远处那个贺兰山挺高的。我现在爬山很怕爬山，因为爬一次山的话要休息好几天，现在体力不是太好。这个湖的水是从哪里来呢？就是从这个贺兰山深处腹地流出来的。所以才这里有个湖，这一块呢，应该以前是有点路的，然后经过几十年的雨水冲刷，这里全部倒塌了。然后那边那个房子啊，就是窑洞，现在已经过不去了，不好走。好舒服啊！现在有风的话很舒服，没风的话就很热。我们再这样看一下，就差不多出去了。我在这里已经转了1个半小时了。这些全部荒废了，非常可惜啊。